我们都知道飞机型号百百种，航空公司如何从中挑选适合型号也是课题之一。那我们呢？相比成本考量，做的舒适票价如何是我们的考量点之一。而你曾经在意过，你搭的机型是什么？飞机主要的分类就两种嘛，一种载体客机，一种宽体客机。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正是载体客机的其中两款型号。谁更适合飞？究竟哪一款飞机更适合你？以比较的方式带你认识各种客机。那么今天比较的客机波音737 vs 空巴320，谁更适合飞呢？我们先从波音737开始，这架飞机是一架总共超过57年的经典客机，到现在来看，设计虽较老旧，但还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客机之一。737的基本资料如下：机身长度35.6至43.8公尺，翼展35.9公尺，最大起重量65.3至89.8公吨，标准载客量162至220人。依舱等配置而定，航程3300至6570公里，台北飞新加坡是没有问题的。巡航速度0.79马赫，而动力系统的部分有 CFM56-7B 或是 LEAP-1B 的发动机可以选择。波音737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低维护门槛设计。如果你有特别注意过的话，你会发现737的起落架比起 A320还要看起来比较矮。这是因为波音他认为说，这种低重心的设计让地勤作业更便利，在一些缺乏高端地面设备的机场，比起 A320会更有利。但这个设计也为之后的新一代737带来问题。在新一代的737 MAX 为了装上更大的 LEAP 发动机，必须要把引擎的位置往前往上移，改变了飞机的气动特性。波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加装了 MCAS 系统。但初期的软体设计缺陷导致了2起重大事故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737采用传统的缆索操控系统，飞行员在机型转换时学习成本较低，这对航空公司的训练预算控制非常有利，尤其是联航部分。不过这也意味着飞机对飞行员的依赖度比较高，在极端情况下容易出现人为的错误。空巴 A320 是1980年代的产物，比737年轻一点，相比起来有着比较多新奇的功能。机身长度37.57公尺，翼展35.80公尺，与737相近。最大起飞重量78公吨，标准载客量是150至180人。最大航程是3300至6150公里，巡航速度是0.78马赫。动力系统有 CFM565B 或者 IAE V2500发动机可以选择。A320 最革命性的创新以及与737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引入了电传飞控的系统，而它是首架采用数位飞控技术的载体民航机。这套系统包含了飞行包络网络功能，简单来说就是飞行员下指令，电脑透过飞控电脑执行，还会进行即时的飞行参数监控。比如说你在进场时下降率过高，传统飞机上可能就会出现 hard landing， 但 A320 的防失速系统会自动介入，防止飞机超出飞行包线。这就是为什么 A320 在统计上具有较低事故率的技术原因。OK， 接着进入到比较的部分了。首先，我们从技术层面的差别来讲，操纵感的部分，737采用传统的直接机械连感操控，飞行员可以直接感受到气动回馈，操控感也比较真实，就像是开着一台手排车一样。但这也意味着在乱流中，飞机的震动会直接传递给飞行员，操纵负担会比较重。而 A320 采用电传飞控，使用侧置操纵杆进行操控，飞行员的输入经过飞控电脑解读后再执行，比较像是开一台功能很先进的自排车。好，那燃油消耗的部分呢？这两架飞机的最新世代都采用了新一代的高庞通比发动机，
燃油效率较前代机型提升15到20%，在相同的航程下，两者的燃油消耗差异约在5%以内。但737 MAX 的引擎位置较高且前置，在某些飞行状态下会产生不利的俯仰力矩，需要 MCAS 系统辅助。A320neo 虽然燃油效率优秀，但其小翼设计在强侧风着陆下会增加操控难度。那在维修方面，737因为采用较为成熟的传统系统，全球的 MRO 网络相当完善，零件供应链也较为稳定。A320虽然系统集成度较高，但其模组化设计有助于降低长期维护成本和 AOG 时间。不过 A320的电子系统较为复杂，需要更专业的维修技师和昂贵的诊断设备。那如果站在航空公司的角度想呢？737凭借较低的离地高度，对于缺乏登机桥或较先进的地面资源设备的机场，具有更好的营运灵活性。A320则在设备充足、机场的快速周转效率方面表现更佳。接着是共通性的问题 ，A320家族具有共通机型认证特性，飞行员和维修人员可在不同机型间无缝转换。737家族虽然变体众多，但不同世代存在较大的差异性，需要额外的训练。好，到了乘客体验的部分了。首先是客舱部分 ，A320的客舱宽度为 3.70 公尺，较737的 3.54 公尺宽约16公分。在经济舱的座位宽度相同情况下，横向空间较为宽敞，特别是在每排6座配置下。A320的走道宽度和座位宽度都有优势，不过 A320的头顶行李舱设计相对较小，手提行李的储存空间不如737充裕。而737虽然头顶行李舱的设计较为充裕，但其天花板高度较低，可能让高个子的乘客感到压迫。那噪音的部分呢？两架飞机在巡航高度的舱内噪音水平都符合现代标准，但 A320采用较先进的隔音材料，在噪音方面略有优势。不过 A320的 APU 在地面运转时噪音较大，特别是在停机坪会比较明显，毕竟你人在停机坪嘛，怎么可能听不到？而737的引擎在起飞时的噪音相对较大，对机场周边社区影响比较明显。那行李的部分，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，这就要看你的这个行李大小到底是有多大了。那如果说是行李设计的部分，当然是737比较优秀，但如果你比较要求舒适感的部分 ，A320是比较好的。在安全性方面呢，两架飞机其实是比较难比较的。现在的民航机妥善率通常都会在99%以上，基本上不太会有问题。目前737的问题是 MAX 系列的 MCAS 问题，这部分的信誉是非常难恢复的。单就这 MCAS 会导致坠机的问题，就会让许多民众对于737 MAX 保有一个恐惧的心态。与 A320相比，民众还是会更倾向于选择 A320。当然，现在的民航机的妥善率都已经非常高了，基本上你遇到事故的几率是非常小的。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去担心安全性这部分的问题。在价格方面呢，两架飞机的价格都差不多，都是好几十亿台币。实际价格要看航空公司一次要买几架。那维修方面的话呢，737在维修方面会比较便宜 ，A320在油钱方面可能会比较省。营运成本整体来说差不多，要看航空公司要怎么经营。那么保值率的部分呢，基本上是不用太担心，因为这两架飞机其实都很抢手，转手价值都很不错，就像买车一样，热门的型号比较保值。所以，究竟谁更适合飞呢？737就像是一台实用的国民车，皮实耐用，哪里都能开，维修方便。A320就像是一台配备十足且更现代的一台车，坐起来很舒服，但可能会需要比较好的保养。我的部分的话呢，在操控方面我会选择737，相比 A320使用侧置操纵杆，传统的摇杆真的还是最香的。而且波音在737上仍然是使用直接机械连杆操控的技术，能够直接感受到反馈。在刹车动力部分也很恐怖哦，随插随停，刹车效能非常高。但如果说是隔音安全性和优雅程度的部分呢，还得是 A320。
隔音使用较好的材质，机体设计也相对好看。安全的部分嘛，就不说了。反正对航空公司来说，要考虑就是成本、航线、机场条件。对乘客来说，可能更在意的是舒适度、准点率和票价。那么你觉得呢？哪一台飞机更适合你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